大家好，这次呢去美国呢，我朋友跟我讲了一个留学项目啊，他其实想做一个副业来做一下。那这个留学呢成本非常便宜啊，而且呢他自己呢也认识里面一个理事啊，不过认识人跟不认识人关系并不是很大，只是说如果说万一你遇到有这种非常奇奇怪怪的问题的话，那至少还是能问一下人，是吧？那首先的话，我想说一下拉斯维加斯这个城市啊，每次我去美国的话，基本上都会到洛斯维加斯这地方去，为什么呢？主要美国很无聊，其他城市真的很无聊。美国都被称为大农村嘛，但是拉斯维加斯好像还真的没有人说它大农村啊。毕竟拉斯维加斯这个灯红酒绿啊，也被称为罪恶都市啊。其实罪恶都市的话，其实也说的啊。其实拉斯维加斯其实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，为什么呢？你想嘛，如果说这地方不安全的话，谁来玩啊？谁来赌博啊？谁来旅游，对吧？拉斯维加斯本身就是会展啊、旅行啊、赌博啊这三块啊。那这个安保力量比较强大的，你这个有些话说嘛。资本控制一切嘛，那人家那个大资本投入在这里面的话，不允许这种情况太恶劣啊，治安恶化这种情况。那还有的话就是拉斯维加斯的流浪汉明显要比其他地方少啊，为什么呢？主要原因是第一个，这个地方气候炎热啊，夏天气候炎热，我只能这样说啊，冬天的话气候是非常舒服的。那夏天气候炎热的话，如果说你这个流浪汉的话，你进酒店啊不让你进，然后你在室外。你根本就没法流浪啊，那个人会把你逼死的，太热了啊！那夏天的话可能会到40多度啊，但是对于你正常人来说的话，你室外很热，但是说实话，你随便跑进一个酒店，你都能享受一下凉快的空调嘛。还有的话，拉斯维加斯这个地方呢，跟洛杉矶我觉得有个很大区别，就是很多人没注意到啊，在洛杉矶很多地方啊，你找厕所很不方便啊，那个厕所啊，很多时候加油站的厕所，这个锁起来的，你得借啊。在拉斯维加斯，你酒店这么多，你随便跑进个酒店啊，都可以有非常干净的厕所啊，这是一方面。那吃喝玩乐都很方便，对吧？这个城市不太无聊，而且呢，有些时候呢，会展也很多啊，会展就是很多中国企业跑到拉斯维加斯做会展啊，太多了。另外的话，就是从物价上来说的话，拉斯维加斯也要比纽约、旧金山、洛杉矶要便宜，这个是网上可以看到的啊。你从房价上就可以比较出来。比如说洛杉矶，基本上的房子啊都是100万美金起步的啊，所以说很多人也跟我说，在洛杉矶买房子的梦想是基本上有点难啊。但是在拉斯维加斯买套房子的梦想还是可以的。虽然说拉斯维加斯的房价疫情3年下来涨了1倍啊，以前是20多万美元，现在是40多万美元。但是还是非常有希望，主要原因啊，我也是问了，其实也不是说跟通货膨胀有关系，是银行的人告诉我，他说是因为北加州那些大的科技公司跑到拉斯维加斯来投资了啊，就是这个原因，所以说工作机会还挺多的。好，现在说一下这个留学项目的契机来源于什么呢？是来源于这次我去美国嘛，所以说拉斯维加斯我认识的朋友比较多一些啊，然后这位朋友的话，其实他在读书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啊。那么他现在已经博士毕业了，然后也拿到这个律师证了，或者说叫考出叫 bar 啊，在美国叫 bar 啊。那他本身的话，自己也是 UNLV 校友啊。其实他原本跟我说，他其实原本也可以去，或者说我们理论上来说这种名校读书啊。其实他更愿意选择这个 UNLV 读书，更大原因是。更觉得这个拉斯维加斯这个地方消费物价要比洛杉矶便宜，或者说也不需要考太多的问题啊。其实你生活在内华达州也不错啊。那这次的话，他跟我说，他就是有个 CSN 的学校的理事找到他，跟他说这个能不能帮他找一些这个中国留学生过来啊。然后呢，他找到我，就是能不能让我帮他推一下啊，或者说让我有没有这种资源。那么我只能帮你做个视频来讲一下。那这4份文件是他自己做的啊，然后呢，我说我能不能用一下，他说可以的啊。那么简单的来说吧啊，就 UNLV 的话，这个学校呢稍微好一点啊 ，CSN 呢应该算是社区大学，但是呢这个的话属于大专类型啊，叫 college 啊，那个 U 的话就是 university 是吧？那可以算本科学位啊，你这样算嘛。那 CSN 的话，其实呢。你要说差也不差，其实在美国有很多蓝领工作是非常不错的啊。比如说他跟我说 CSN 的学费非常便宜，只要$5000一个学期啊，这个是2023年价格，今年2024年价格啊还不知道啊，只能说里面有哪些专业呢？他跟我说有这种护理专业啊，这种专业是比较好就业的。那我确实知道护理专业的话，比如说你在做技术移民，比如说移民到这个加拿大啊，在澳洲啊，在美国，其实都是非常的受欢迎的，而且很缺人。毕竟这个活吧，有很多人不想干
啊，真的不太想干。所以说呢，如果说你真的愿意读这种专业的话，其实你就业方面还是比较有优势的啊。这边幻灯片我已经是获得允许了使用了啊，所以说我不是侵权。那他首先这边写的是内华达大学啊，就是 UNLV 这个学校啊，其实在拉斯维加斯应该算是比较有名的学校，应该算是内华达州最有名的学校了啊。好，我们继续说啊，他这边是要说一个城市历史啊，这个城市你就不用过多介绍了。其实大家这个对拉斯维加斯城市啊，其实都是耳闻目详啊，灯壁辉煌，而且玩的地方特别多啊，你有多少钱在这边都能玩得爽啊。其实拉斯维加斯这个地方给别人印象就是说这个地方很贵，是不是消费不起？其实不是的，拉斯维加斯消费要比这个洛杉矶便宜啊，这个没得错的。你看房价就知道了啊。好，看城市经济啊，城市经济其实拉斯维加斯的话，你要说这个高科技企业吧，我感觉没多少啊。但是如果说你说娱乐行业，那太发达了，这种娱乐行业真太多了啊。比如说赌博业就不用说了嘛，是吧？其实赌博业并不是说占这个比重非常非常大，其实还有一个会展啊，很多很多会展到这里来。比如说有一个消费电子展嘛，啊叫 CES 啊，大家知不知道？还有一些我知道这种 IT 行业的，比如说这种什么黑客大会啊，也跑到拉斯维加斯来开，这也是一方面。以前有一个叫当场破解那个 ATM 机器啊，那个视频就是拉斯维加斯那个开会拍的啊。而且呢，这个生活比较便利啊，它不像洛杉矶啊，洛杉矶的话其实下面有200多个 city 啊，洛杉矶算是个县吧。如果说你拉斯维加斯的话，其实下面没几个市啊，就比如说这个克拉克县下面是什么天堂市啊这种市啊，汉德森啊这种地方。所以说呢，无论住在哪里啊，到市区开车时间仅需30分钟啊，生活是非常便利的。拉斯维加斯堵车也是比较少的，除非这个大道这边的话可能会堵一下啊。其实现在往拉斯维加斯搬的人非常多了啊，这个城市博物馆就不说了啊，这个大家就旅行用的东西。这边有句话就是，与西部其他各州相比，内华达州的生活费用相对较低啊，生活水准高啊。其实有个小羊毛啊，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买水不是很贵嘛，比如说我在洛杉矶买瓶水的话，加油站买水啊，至少$2吧啊，对吧？如果说我去拉斯维加斯的话，我可以用$1买到2瓶水啊，就很简单嘛。我去个酒店，然后假装赌博嘛，对吧？然后我叫那个 waitress 过来，然后我给他$1给我2瓶水啊，他肯定给你啊，对吧？你要喝啤酒也可以嘛。好，这个学校介绍啊，这个是 UNLV 的啊，这个是 CSN 的，这个就是翻译过来的话就是叫南部内华达州College 啊，这个就是 UNLV 的介绍。那么目前学生是3万名啊，然后呢，这个关于博彩管理这边酒店管理这个专业啊，其实在美国他说是排第1，对吧？然后每个学校它是分类不太一样啊，因为这个 UNLV 吧，主要是跟当地的这个产业结合啊，所以说如果说读酒店管理专业的话还是比较好的啊。像我朋友虽然说读法律啊，其实他的法律的话，他其实更喜欢偏向于服务于大公司啊。当然 UNLV 也有这个研究生跟博士专业项目啊。好，这边的话是这个 UNLV 的入学标准啊，这个的话它是从这个高中开始算啊。如果高中你申请大学嘛，提交你那个高中成绩单啊，这一块的话我没有他懂啊，他肯定他懂。那雅思这边是6.0分是吧？我感觉雅思6.0分也不低啊。但是托福的话这边写是61是吧？我上次跟我朋友聊起过了，我说托福60分多么大难度啊？他跟我说难度非常非常低啊。他说可能就是初中3年级的水平啊，就这么低，其实非常低的啊。那其实呢，如果说英语不好的话，这边还有一个预科项目啊，比如说1年预科项目，这边他们称为叫英语桥梁项目，其实说白了就是英语预科，就是你到了 UNLV 啊，不读学位，你先读1年语言之后过关之后，你再去读这个真正的学术课程啊。整个申请过程嘛，就是1、2、3、4、5、6啊。其实申请美国政府补助这个东西还得咨询他一下啊，我不是很了解啊。反正就这么过程啊，对吧？你 I20 拿到之后呢，你就可以申请签证了啊。签证拿到之后呢，你就可以来了。而且这边有一个说明，就是银行流水啊，我以前也不太知道。那么银行流水的话，它意思就是说1年内的流水显示有足够可以支付学费的储备就可以了啊。其实要求也不是很高。好，这个是关于 UNLV 的留学生费用啊，比如说那学期花销啊是13000，研究生还便宜点12000。那1年花销的话，这个的话其实因人而异啊。其实来说，我认识很多留学生啊，
在拉斯维加斯留学生，很多人啊，其实反而能倒着赚钱啊。有些人厉害的人啊，曾经有个电子烟项目，我认识一个人，他拿学生签证一直在美国，然后留学生签证按理说是不能在校外打工，对吧？但是他跟我说一句话，他说我不能打工没问题，但是我可以让别人给我打工啊。然后他卖电子烟嘛，就卖这个深圳电子烟啊，早就赚发财了。所以说这个因人而异啊，有些人的话也可以做这个校内打工啊，校内打工的话可以做，他跟我说是在 UNLV 可以做助教啊，而且呢你在校内打工的话，你可以拿到那个 SSN 啊 ，SSN 是一辈子的，就是可以终身使用的。你未来办这个美国信用卡也方便，其实美国信用卡也有很多羊毛 bonus 啊，也有很多奖励。好，这个是关于住校和非住校的成本啊，这个大家自己参考一下就行了。比如说我这边，我觉得这个食物啊有点贵啊，$2000一个月啊，真的是挺贵的。其实我这次去，我不是还有朋友在那边生活吗？他是不是学生啊？他在校外的啊，他不是学生，他的生活成本在$1000一个月，还养车啊，包含车、包含房租、包含吃饭啊，就这些3样东西啊，你就看$1000他能搞定。这个学校的话，学费非常便宜啊，只要$5000一个学期就可以了。那这个学校的话是一个社区大学啊，它有很多校区。那么重点专业啊，我刚才也说了，就是护理专业嘛，这个比较好就业啊，工资也比较高啊。还有什么医师助理啊这个的啊，具体的话还是要咨询一下我那个朋友。那10年河东10年河西，我现在说不准啊。包括以前啊，计算机专业非常热门，那现在的话，计算机专业感觉好像就业有点困难了啊。那么3个项目啊，就是其实很简单。第一个学位课程就是直接读书嘛，读物理，读那个护理专业或计算机专业嘛。第二个课程呢是预科啊，就1年的衔接课程，说白了就是你英语还不太行，但是要巩固一下才能继续读书，是吧？第3个就是 ESL， 这个的话是针对你完完全全是不会英语的情况下啊，你也可以读啊。当然的话，这个对年轻人比较多吧啊，如果说年纪大的话，你读 ESL 的话，很有可能这个签证不给你批啊，这也是问题。那么申请流程的话，其实大差不差，都是一样的，跟 UNLV 也是一样的啊。先注册申请，然后呢，你填申请吧，然后呢通过了啊。当然英语水平是这个是有测试的啊，这个的话你要有这个，你针对什么课程嘛啊？如果 Passway 的话，这种的话就比较简单了啊。那52分，反正60分的话，这个按照我朋友来说的话，其实就是一个中学的英语水平，而且它本身就是针对高中生嘛。你看你的英语水平怎么样，是吧？拿到 IELTS 之后，你再申请 F1 签证啊，也叫 F1 签证。其实除了 F1 签证了之后呢，还有 F2、F3 啊。如果说你可以的话啊，我自己当然也没有研究过啊，我知道有这个，比如说你老公读书，老婆也可以带过去啊，孩子也可以带过去啊。其实孩子呢，应该还可以在那边免费读书啊。这个说实话，可以等于说一拖几啊。还是非常不错的。老婆的话应该是可以工作的啊，但是工作的话是有时间限制的啊。好，接下来的话就是一个流程啊，流程的话这边有一个录制培训，这个是写错了啊。其实说实话就入学啊，因为美国看病很贵嘛，这个医疗保险的话是必须要支付的。我不知道这个东西能不能自己换一个其他的医疗保险，我不知道啊。但是的话，如果说第一个学期的话，最好还是交给他们吧。啊，好，剩下的就是一个学费啊。学费的话，比如说春秋2学期啊，其实也可以3个学期啊。当然的话，有些人的话，一般来说的话都是读春秋2学期啊。那学费的话，这个是没法改的啊，这学期没法改的。那保险的基本上你第1年的话也别想去改了啊，不要去改了啊。$1400啊，算1年的话还100多嘛，也不贵啊。其实跟那个欧洲德国，我上次朋友跟我说，德国那边也是差不多100多欧元啊。那房间和物业的话，我觉得这个1万多的话，其实有点贵的啊。其实我朋友的话，住宿啊，他是$650一个房间，而且包水电包网费啊，那个还算便宜啊。书本在美国买书是很贵的啊，这个你可以想办法买个二手书也可以啊。生活费这个因人而异，其实你真的是自己做饭吃啊，在美国真花不了多少钱啊，甚至还有很多地方有免费羊毛啊。我说羊毛不是这种去领取救济餐啊，其实有很多地方都可以有送的，比如说我之前说过嘛，就是美国不是有很多Costco 不是有送礼品卡啊，还有这种银行的优惠啊都有啊。其实这种很多东西都可以自己去搞定啊。好了，我能介绍的部分呢，我都介绍完了啊。如果说还有不详事宜啊，那么可能深入部分的话，我肯定没有这么懂嘛。那你可以问我朋友啊，我们先入群，入群之后集中咨询啊，因为我朋友呢单个咨询的话，你肯定占用时间嘛，那大家可以在集中咨询
集中咨询你可以提出你的问题是吧？然后他回答，有些问题呢是重复性的嘛，所以说没必要一个一个人去回答是吧？我们可以集中咨询。由于有时差的关系，那么先人进来之后，我们再约个时间在群里面讨论啊，群的话就方便了，这样的话啊，好吧。那另外如果说你找不到我的联系方式或怎么样子的话，你可以通过私信的方式啊，肯定能找到我的。